这玉夫人的招待实在是太热情了。废什么话！我说过了，我脾气不好，也没什么耐心。双儿遭过的罪，便叫你也好好尝尝。说，你为何冒充药魔？这玉夫人倒是很相信我，难不成你知道谁是药魔啊？何时轮得到你来问话？动手！哇，哦，没事吧？你说呢？我没想到李儿会召你出来，这不救你来了吗？你到底是何人？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红珠姐，这位是当朝方尚书家的公子方多病。原来是天机堂少堂主方少侠，失敬了。玉成待客之道，见识了。方公子，玉成遭此祸事，上下哀痛，无意将你牵连，实在对不住。对不住的是那些无辜被枉杀的性命。玉夫人说这护卫是家奴，生杀有你。可这位莲花楼楼主并非玉成人，更是江湖闻名、令人敬仰的李神医。难道玉夫人也要不顾法理，肆意杀之吗？方少侠竟然还会吹捧我呀！你名声在外，不用白不用，但也不代表在我这是清白的。天机堂向来不参与江湖争端，方少侠倒是挺爱管闲事。不过我也是处理家事，无心结怨。既是误会，我这就令人备好马车，送方公子和这位神医先生出城返家。劳请玉夫人将跟随我那丫头送回府里报平安就行了，我没打算走。方公子何意？于私，我的小厮在此案中被害，我一定要找到害他的人。于公，我身为百川院的刑探，我一定要查明血案，缉拿真凶。所以，在没查清事情真相之前，还请玉夫人不要再伤害任何人了。我何时同意你来查案？方公子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玉成纵在偏安一隅，自成一格，也不得不遵循大西律典。你说呢，钟真兄？红珠姐，百川院刑探确实有权介入。玉夫人，你既然不相信令妹是被恶鬼所杀，难道就只想着杀人泄愤，不想查清事情的真相吗？枉杀只会让真相被掩盖，而那真正害死令妹的凶手很有可能就此逃脱。你真的甘心吗？我没什么耐性，我只给你1天的时间查出我妹妹死亡的真相。若1天后你查不出，请方公子立刻离开玉城。我要将这所有人给双儿陪葬，也由不得别人来智慧我玉城的规矩。1天就1天。方少侠可真是心思百变啊！之前还说我杀人，现在又突然出手救我呀！我不过是暂时排除你的嫌疑，怕你被玉红珠冤死。是吗？我这么快就排除嫌疑了？如你所说，玉秋霜的尸体果然是被大火毁的。如果真是你做的，没有必要把所有线头都抛给我。不过，这小绵山的凶手不是你，药魔却未必不是你。这方少侠果然聪明。那既然我都没有嫌疑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案子不破，老李那些人会没命的。你得留下来陪我查案。我留下来。方少侠，这破案的事呢，是你答应的，又不是我干嘛要留下来？再说了，这江湖之事，我最不喜欢拽进去了。你要敢跑，我就敢撺掇玉夫人，让玉成对你放出江湖追杀令，将你这个老狐狸的家底扒个干净。还有，
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没想到你们家狗狗对你挺忠心啊，一路从小棉客栈追到了玉城。可惜了，被我先遇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真的不是药魔，狐狸精呢，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狗。谁让它主人心硬不要它的呢？你说，是清炖还是红烧呢？应该都挺像的。不是你干嘛跟一条狗过不去啊？我又不是刑探，干嘛就让我不放呢？你不是神医吗？若是能把玉秋霜医活了，这案子还戳破不了吗？让死人生还的事，我确实做不到。那就给我当仵作吧。你这么老奸巨猾，总能有用得到的地方。那查明了真相，你就放我走，对吗？